3个要害部门的官员和3个福建人，这6个人这么内外一勾连，咱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啊，就包括你的银行账户余额，还有不想让你老婆知道的一些隐私，在他们眼里啊，那就一览无余。他们不光能看你的信息，还能冻结你的账户。那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啊，跟你聊一下他们是如何具体操作的，以及作为普通人如何防范，避免被他们给收割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今天是美西时间的5月9号。我今天看了华商报的报道，有个案子啊，特别震惊。首先啊，我们看一下案子的来源是中国裁判文书网，他最近刚刚公开了一起案件。通过这个案件呢，咱们就清楚，你的信息在别人眼里啊，那是一丝不挂，他们啊，甚至还能把你当成收割的弱鸡。来源在这儿了啊，大家自己可以去搜一下。我们首先说这个案子啊，区6个人就可以搞定，其中内部啊，那就是啊带警察的，外部是3个人。首先我们把时间轴给你拉到2023年的4月27号，有一个福建人，他出生在宁德，姓王，我们就简称他王宁德。他带着2个马仔林氏兄弟，这3福建人呢，就到了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警局。他们来干嘛呢？因为他们认识其中一个副局长，现在已经升任局的2把手啊，官至政委。大家看过《亮剑》都知道啊，团长政委啊，那是平级。这个人权力有多大呢？咱们接着往下听。这王宁德啊，就说事实上现在啊，你们手里有个权利，咱能给他变现。你给我一条公民的个人信息，我出1000块钱。你猜怎么着啊？这个局长啊一听合适啊，咱能干啊。于是啊，他就招呼了2个下属，一个是某派出所的陈姓副所长，另外一个啊非常重要，因为他手里有一个公安机关的紧急权利，就是他有权通知银行冻结某个人的账户。那这个人呢叫刑警副大队兼情报中队队长，他姓左。咱们理一下啊，王宁德带着林氏兄弟这3个涉事人员，再加上燕局长和陈副所长，再就是左队长，这6个人啊就可以来干活了。那我们看看他们是具体怎么干的。4月27号，这几个人商量要干这笔买卖，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启动呢？是在当年的5月8号。这个陈副所长非常积极，他呢用很多人啊，包括他下属啊，是一天24小时来干这个活。看来这东西啊是真赚钱。他负责白天，他的一个下属啊负责晚上，等于是24小时他可以进入那个公民的信息系统。他进去干嘛呢？一会儿我告诉你啊，这里边是怎么赚钱的。后来他们发现光查还不行，你要想办法把这公民的账户给他冻住。怎么解决呢？他们手里就没这权利了，必须找另外一个同伙，就找到了刑警副大队兼情报中队队长，姓左，他手里掌握一个权利，说到底就是他有个数字证书，他能够通知各大银行冻结某个人的账户，只进不出。这个法律呢叫做紧急止付。你看这仨人啊就开始干活了。根据这个文书网披露的信息啊，他们截止到6月2号，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已经查了将近200个人的信息了。再往下呢，到案发止6月份以后，他们总共查了将近2000个人的信息。那咱们就来详细跟你聊一下，那查这些信息到底是干什么呢？3件事。第一件事啊，他们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对待。
中年人怕什么？中年人怕开盒，老年人怕诈骗，有钱人呢怕敲诈勒索。咱给你先说第一个啊，现在的中年人啊特别怕开盒，因为网络上有人专门讲，你给我钱，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全部信息给你挂网上公开了，家庭住址、单位在哪儿、是上下级啊、周围的亲戚，你存款多少钱，这个对于个人来讲就是隐私。尤其是包括有些人明明说压力太大，说出去按个摩，说好88，最后你转了988，用金手给你按摩的，你这不就是嫖娼的事昭然若揭吗？所以这种事儿是不希望让别人知道的。哎，那你给钱他就不给你开盒，而且他给你开一部分，说你的证件号码、家庭住址我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咱就给你开一次。咱们再说老年人怕什么？老年人怕诈骗。一般这些人工作了一生啊，账户上有一些巨款了，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。这人就说了，你啊亲戚住院了，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，赶紧打钱吧，不打钱啊那人我不给你救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些人在看银行信息的时候，他就有配偶信息啊，或者紧急联系人。一般这紧急联系人啊，通常都是直系亲属。你看老年人呢，就非常容易上这个当。那你说这个有钱人怕什么呀？怕敲诈勒索。因为啊，他们掌握着权力呢，就说你这账号因为涉嫌什么什么不当的交易和一个怀疑账户有交易，我们已经紧急止付了。说到底啊，就给你冻了。那你说不行啊，我这个明天等着发薪水呢，好几百人等着发工资呢，或者我要做什么交易呢，不行，那怎么办？那他就给你一个中间人的号码，就是姓王这小子上了，他呢通常啊就会出个数，比方说冻结了1000万，你能不能50万我给你解开？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啊，你要懂事的话，我就能给你搞定。你想，你要是这老板的话，动了1000万出50万，也许啊就凑合了。而且啊，你在查的时候，银行确定告诉你，这就是公安机关给我们的指令。那你想想，这能是诈骗分子所为吗？这一定是有事儿啊！50万出去以后，啪，账号解开了。所以这件事啊，背后挣了多少钱，咱们根本不知道。那这件事儿怎么案发的呢？我推测啊，有2个可能。一个事儿呢，他可能干了外地的某些人，人家某些人就要给自己的警方哭诉我，你说我这让人家打了秋风了，哎，你得去查。所以说啊，他们得罪了一些稍微有影响力的人，你影响当地税源了，人家能不搞你吗？对吧？一看谁频繁查询、跨区查询，这事儿就抖露出来了。也有一种可能呢，这事儿干多了以后呢，这小子担心被灭口，因为他投案是到附近的丰城县局投案的啊，他到别的地方去投案的。所以说后期处理你看一下呢，根据文书网的披露，这个姓王的小子被判了3年3个月徒刑，另外啊罚了10万块钱。我感觉啊，这个判决啊并不重，你真正受害的人可不止这2000人呢，那是2000个家庭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报道呢，其中真正那个副局长，包括那个所长，还有那个队长，通通开除出公职，也判了多年徒刑。具体啊文件没有披露。最后我们来提醒一下各位，如何防止自己成为这个被收割的对象。其中第一条啊，你适当还是要存点现金在手上，因为你的账户如果有人偏偏看上了要动了，你是一点办法没有。你手里有多少钱呢？至少能把当月的薪水给你发掉吧。第二呢，那就是当你确实没有牵扯什么案子的时候，不要付这个钱。在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他这个紧急止付的有效期只有48小时，48小时以后银行就必须给你解开。什么时候不能解呢？除非是司法冻结，但那个手续啊就不光是公安了，可能还有法院的事儿。所以说当你收到这些敲诈勒索信息的时候，不要着急给钱，
你观察48小时后你的钱能动了，说明啊那就是内外勾结的事儿。好吧，关于这件事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明天再会。